2026年3月10日，6位合伙人正式重聚，开启全新创业征程。我选 B2吧。愉快决定。创业团队即刻进入新店筹备，选品攻坚战率先打响，7大品类，170个 SKU， 每一个选择都是对市场的提前压注。一场长达10小时的选品会议正在紧锣密鼓地持续推进，团队分工协作，反复研讨，在海量产品中筛选出最具潜力的选择。如今仅剩最后一个彩妆品类尚未敲定，78万预算，75个 SKU， 这道终极选择题正式开题。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创新中式轻补养，预感肌肤好轮廓。合伙人超级美颜官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彩妆是化妆品的重要品类，主要用于修饰面部，提升气色和颜值等美化需求。常见产品包括粉底液、眼影、眼线、口红、腮红、修容等。最后一轮选品定量现在开始。你们的预算是78万元。仅拥有彩妆品类的品牌：恋火、自然堂、韩束、完美日记，派代表携产品进入选品定量区。看到我们就是差不多要结束啦。你们复杂，但我们色号简单。那我31个 SKU。哦。那我今年可以安排自己人来搬货。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去年你们家箱子是最多的。天哪，我看这个色号我就头疼。天哪！我要开始帮你了，姐。选品定量现在开始。我们呢，今天要介绍的这款产品是我们的唇釉，它是添加了喜马拉雅的绿茶籽油。哇哦！它在不显唇纹的同时呢，还可以做到保湿护唇。今年的话，我们带来的仍然是我们的红晕系列，红晕口红2个质地，一个的话是水光偏净光，一个的柔雾的版本。姐，哑光的1、2、3都应该好卖。我口红分好累了，觉得选3个雾面可以。我觉得你们得看完我的颜色再来决定。完美日记还有亮面的，就是尽量让这些口红的分一下是吧？不要太打架。我们带来了3款产品，第一个就是我们升级后的仿生膜精华口红，我们还带来了6个合伙人限定色，好看。精华素颜霜，一抹爆水，可以15秒钟就完成你的底妆。除了去年的珍珠版，我们还带来2个新的颜色，一个就是我们的冷光蓝，另外就是我们的元气粉。我还有个更特别的，我把调色盘带来了。100克，大家可以挑选自己定制一个合伙人限定的眼影盘。你要的姐，你可以选你喜欢的颜色做限定，很适合欧美妆哎。恋火品牌，我们有2个系列都有非常全套的底妆产品。这次我们带来了合伙人的限定颜色琥珀棕和摩卡棕，好酷啊！这个太好了，终于有深肤色。国内品牌能做这种深肤色的真的很少，真的好深哦。哇，好好啊，可以修容脸。是，现在很多就是外面打深色，里面打浅色。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颜色就是它的倒数第2个深色是会好卖的。那首先第一呢，我是希望会所有的彩妆品牌，我都建议你们有一个彩妆图片。我想让大家知道的是，我们的彩妆产品是可以画得出非常漂亮的，现在非常流行的外国妆容的。然后包括对您的这个气垫呢，我是有一个我觉得会很实用的理解，那就是它可以是套组的形式。明白。我也想要采购你的
遮瑕盘，但是我希望遮瑕盘在赠送方面也好，或者是加入里面也好，我希望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小小的遮瑕刷。我研究一下。我们之前是有聊过加一个腮红的，你有记得吗？你能不能给我定个腮红？您要我就去做。是的，我记得，我刚刚已经跟团队在沟通了，就是这个东西的货气。我希望一个客人从今天开始，如果他想要一个完整的妆容的流程的话，我希望他能够买到所有的单品。所以呢，我会去跟品牌去协商、去沟通，是否能够给我加入一些品类的原因。然后我还有2个类目的产品，可能需要看哪个品牌可以去快速响应。第一个是眉笔，我有现成的，我们可以。第2个是有色眼线笔，我有唇线笔，我们有现成的。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要给我们一些资料，到时候这个我都留好了，眉笔的钱，还有眼线笔和唇线笔的钱。有没有特别推荐的限定色？我在勾，看你要不要选哦。我觉得口红可以多来一点点。姐有什么特别喜欢的颜色吗？我觉得这种西方人可能会尝试的。这个限定色咱们多来吗？多来一点，但是如果太多，现在我们的钱也没有那么多了。你没有这么多钱了，你不够。是78万吗？对呀，你看现在每一个你至少要，你想，其实我觉得8、90个不算多吧。8、90个不算多，不算多就不能有这么多。这是10万，这是10万、20万、25、28万，哦，超了已经，这都已经超了。我看看你预支了留了哪些东西。导演组，我们真的不够钱了，这个彩妆，这趴进行不下去了。是这样的，可不可以挪10万上来？现阶段我们也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虽然你的费用会告急，但是别人的费用也没有富裕。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卖的最好的类目和最容易成交的类目和最容易让外国友人去更换的品牌的这个类目可以出更多的量。对，老板们，我们钱不够了，只能你们帮我们想办法了，好不好？我们比如说买80盘送80盘，这样一个个来，每个老板都要薅一点。PL 哦，来了，我开始了。来吧。我买你的持妆粉底液的01、02，你送我00，怎么样？我觉得可以。而且我买了02、01，我买了00、01、02浅棕色可可棕，我只让你送我00。这些比例呢？00最少。我觉得可以考虑。好，把那80个剪掉。PL 第2个链接，这样好不好？气垫我不让你送，你把所有粉霜送给我。所有粉霜？老板，我真没要多少，00 25个，01 25个，自然色30个，我的气垫都是几百个，80个粉霜，可以吧？行 ，OK，全部剪掉。来，自然堂，自然堂你没有东西剪了。对啊，我才买600支，你送我100支，可以，可以吧？可以。我不还有眉笔吗？那你送我眉笔，好不好？姐，我那儿还要了你点眼线笔，可以啊。太好了。还有刷子，刷子我可以送。我们还有铺子，当时你想，那都送吧。601750，搞定。哎呀妈，终于完事儿了，耶！辛苦老板们，我们会好好卖的。谢谢，谢谢。本轮采购已提交，请看大屏幕。看大屏幕。恭喜合伙人选品首日告捷，我们也看到了，在有限的进货资金下，大家的采购还是比较捉襟见肘的，所以我们也迅速和品牌对焦。
那为了助力合伙人出海能获得更多的收益，更希望国货能够被更多人看见，作为心意，现在进入今天的彩蛋时刻，疯狂5分钟搬货加时赛。现在各品牌展柜内放有今天所有的货品，那5分钟时间一次运货机会，用6台购物车装得下多少就可以免费带走多少。所以现在请来到这边。我不是去年的我了，我不行了。你真的不行了，把鞋脱了，1年就湿成这样了哈。先把手套戴上，节约时间。但雨熙，我这箱子能拿几个牙刷？2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分区域行动。好。然后他说拿什么怎么拿，我们自己弄。对，我们到时候就弄一个。我可以把这个当做我这个上面的一个容器啊。哦。但是你的容器也得在这个车上啊。在这车上啊，在这车上，这样可以装很多，就可以装更多呀。哦，懂。哎，说啥了？我们如何分类呀？就是各自的品类是吗？咱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它杀入。好，好，请准备。5、4、3。等一下2，拿一个。1，开始。走你！哇！翻呀！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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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哇！我真是醉了，搁哪儿呢？空的呀！这。哇！我发财了！我这里好多抽牙器呀！哎呀妈！我的天！啊，好重！哎，这个玩意儿是不是没人拿？我拿卸妆膏来了。啊，没有，这柜里空的啊，空柜子，骗人，空柜子。啊，快，这柜子给我。那边的柜子是空的，那边柜子空的，你找，你这对吗？你这是。我来。啊！多久了？还有2分钟。还有2分钟。还有啥？我是拿俩，是不是？这里快一堆。我来。你太强了，我先把它送过去。休息一下。老天奶呀！白雪玲在这里，哎呀妈！我抖音，完美，我抖音。我回去了，再见，家人们。还有啥，姐？我已经差不多搬空了。行了，我来帮你弄过去。好了，它这个底座很难过。好了。哎，我天哪！哎，1分钟了，我还需要空箱子。毕文俊，我需要空箱子。分面。姐，哎
我不行。安子，安子，马，哎呀！快，来！哎呀，啥叫欲速则不达呀？哎，有陷阱。最后一波！来不及了，已经拿不了另外一个箱子了，哥。走，扶着前面。走，还20秒，没问题。快越过！小心！走！来，走！快！没事，先这些吧。拿眼影。姐！5、4、3、2。为什么你那么狼狈？好刺激！给我怎么都洒了这边？当然掉了。我的麦都掉了，我心率200了。你怎么连那没包装的都拿过来了？一把漏了，不管了已经。完事。散落一地。哇！这一箱全是冲牙器。哇！我把眼霜、面霜都拿到，都搬空了。可以。我把这2家的连样品都拿走了。我拿了那个黑檀，棒啊！牛！好，辛苦大家，辛苦了，拜拜。 2026年3月11日凌晨2点，研 Lab 新一季出海美妆货品订单正式敲定。其实这几次谈判下来，挺超出我的预期的。我发现，其实与其说是一场谈判，不如说是一场学习交流会。因为我们没有坐在一起去进行谈判的时候，我看到的只是自己。 但是我发现大家坐在一起去聊的时候，你会去欣赏彼此，就发现了所有人的亮点。国货出海，大家不是一种竞争的心态，而是说互相携手去助力，去完成一个好的成绩。希望通过研 Lab 这次的这个在国外的开店，然后可以把我们的国货品牌进一步的推广出去。也希望我们的国货品牌，所有的国货品牌都可以越来越好。与此同时，另一项行动同步启动。 为了帮助更多小微企业和成长中的品牌走出国门，节目组发起出海招募，让那些有产品、缺渠道的本土品牌，通过研 Lab 链接世界，感受选品、合规、物流、推广的每一步出海实战。消息发布后，近100家处于出海探索期的品牌报名，通过合伙人的选品介绍和亲身推广，这些产品将第一次触达海外消费者，收获真实反馈，积累宝贵经验，让还没出过门的国货走出去。 这是本季最实在的任务，也是研 Lab 扩品计划的初衷。合伙人超级美颜观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合伙人合作伙伴东边野兽灵之水修护调理关键一步。
合伙人合作伙伴富裕满铺，专利晚香玉发酵，光感水润。合伙人合作伙伴 PL 炼火，干皮就选看不见，油皮就选蹭不掉。合伙人合作伙伴自然堂超抗小紫瓶，7天紧嫩亮。Good morning，嗨，快问我今天是什么造型？今天是学院风造型，运动了。运动风。Hello， 早。早，我姐。 Good morning。哇，早。不是你头发这样好显小啊？你说头小还是年纪小？显年纪小。好，接下来的5天都这样了。要上班了，我把工牌发一下，传阅一下，带上。不要！哎呀，哎，漂亮！看见我的了。哎呀。 昨天第一天上班感受如何？知道工作多长时间吗？14个小时。18个。10点到10点到2点，1点快2点呢。22个小时。哎呀，你这个数学真是体育老师教的。16个小时嘛，对吧？但是我们去年巴黎第一天是18个小时。18个小时。那还是没有破纪录啊？还要破纪录啊？我没有这么说啊，就是。 我是破了，你破了。我从前天中午1点就开始上班了，我没睡，前天晚上。哦，怪不得你昨天确实。昨天延安只来了1/5个他，还有4/5个在梦里。对的，碎片没收集齐。安子就是那个有的监控有残影那种监控，一个人在前面，还有后面5个影在后面追着。昨天。哇，好形象啊！对，就是那个监控，残影监控。哇，这个画面感好强啊！哎，每一次开始的时候，他上次开始的时候感冒了。他上次第1天也感冒了。第1天就感冒，就病倒。所以安子，你要做好准备，这是你当店长的开始和征兆。全部重来吗？循环吗？这辆车就是我们循环的起点。开始循环了。 下差，走，上班了！哇哦，好开心啊！哈哈哈！哇！今天不一样嘞！来吧，我们逛起来！来，快点，来，跑起来！哇，这个好看，这丝巾，喜欢，我喜欢，这个好看，哇哦，香氛蜡烛。 哦，香薰哎，这个绝对受欢迎，我觉得。哇，这个很好看哎，姐，你看这个，一个竹子的蜡烛。哦，这也是香氛啊，这是瓷器啊。我觉得我们店里面需要一些这种摆件，对吧？这种风格的东西。是的，去年还在巴黎买呢。是的，对吧？是的，你们都买不到，可以运一点去。是的。然后我们今天也看到了很多关于生活方式的单品，关于我们的香味的单品，然后关于我们服装的一些单品。 对，我觉得这个是让我非常惊喜的，而且我觉得他们非常适配海外。这个是啥呀？这是雪板吗？哎，哇哦，能不能给我拍张照啊？哎，这好，这拍真棒。怎么样？看一下。来。那还不错，那还不错。哎，这个我吃过耶。好吃吗？好吃的。 我觉得这是一份认可，就是我愿意去报名。如果我自己是一个品牌的老板，我愿意报名做件事情，我一定是对这一个团队、对这一波人，我是有信任，并且我也有期待，所以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你开机了没 ？Hello， 远征 ，Hello 呀。哦呦，请走2步。你好，周亚洲。哎呀妈呀！吓死我！ Hello， 我亲爱的合伙人们，看到我出现就知道新的一天又开始了。Yeah. 我们先复习一下研 Lab 的口号是什么？一家走遍全球的中国商店。今天大家来到了这个仓库，除了我们昨天的美妆个护线以外，我们拓展了很多品牌。这个里面是涵盖了智能科技、日常好物、时装配饰、匠心工艺、风味饮食5大类。今天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全景模拟海外实战，直面
30人的大众评审团。具体哪些品可以带往国外，他们的选择对今天的结果要产生重大的影响。接下来呢，我们有3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6位合伙人可以在各自品类的区域内和品牌代表充分沟通，全面掌握我们的商品核心信息，不同产品如何做到面面俱到，怎么样推荐才可以触达人心。请各位代表与合伙人共同进入对应展台就位。欢迎，欢迎，热烈欢迎！30分钟倒计时，动起来！时装配饰 ，Hello，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咱们的品牌有什么想跟我说的，或者你觉得一些优势，或者说出海以后的信息什么之类的都可以。我选择了时装配饰，很喜欢各种各样的配饰啊，然后我也喜欢把饰品到处乱搭，然后或者说我看到一些小丝巾、小手链，我可能就会想到能不能用在别的地方，或者说把它当成一个工艺品。相较于其他品类，我比较喜欢有热爱驱动的，然后也比较擅长的吧。对，我们就是坚持一个草本植物做的香珠、香饰、香牌。香梳，好的，这个香梳很好。哇，好漂亮！那这是一个领子的结构，然后我当时做这个系列的时候，想把这种陶瓷的坚硬和女性身体的柔软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想凸显一下女性的力量这一块。明白。我们的核心概念呢，非常的明确，叫电影戏服主义。我们的团队有近30年的影视造型的经验，所以呢，我们就想把这对于戏服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带到我们的这个成衣的设计当中。我们品牌叫做古密，是来自摩梭传统村落瓦拉币的一个品牌。从第1季的经验来看，海外用户是很喜欢国风包装的，这些品牌把非遗和时尚度、造型还有潮流的文化都融合得非常好，也有我们东方自己的特色文化，也有自己精致的生活的态度，我觉得也会赢得海外用户的喜欢和青睐的。姐，这我们生活好物，我来了。我们一共有5款，2个获奖的。这2个呢，分别是代表了中国的这种香气地图的感受，让你感受同一个中国里边不同时空的故事背景。哦。那这个呢，就是3盒装，早中晚全天陪伴，所以你可以装在包里，旅行也可以有家的味道。谢谢，谢谢，辛苦。那说啥了？直接咱们奈娃开始。Hello， 严老师，你好，你好，欢迎来到奈娃咖啡。这一款咖啡粉，它使用的咖啡豆呢，来自100%云南阿拉比卡咖啡豆。主要我自己好吃。我自己很好吃，我只知道有这个食品区，很兴奋，我也不知道里面有些啥吃的，反正就先把这个要过来。冲泡的话呢，它这个口感就是有点像山泉水一样的甜。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曲奇，我刚吃了一个，哦，是吧？啊，还有这个威化也是这样，威化饼干也还在这儿呢。它可以实时的将多种语言翻译在眼镜上，所以你们有了它以后，沟通全程无障碍。哦，这个真的好厉害呀！对。我自己当时对展台上的那些东西也还挺感兴趣的，科技类的多多少少本身就有一些了解，对，所以记得那些操作流程，对，快了一点啊。它相比较这一款，它的外形设计会更加的拟人，更拟人一些，更加拟人，并且更加外观也更加好看一点。关节也隐藏了很多啊，对，包括所有的关节，它会更加智能。好嘞，感谢。来，我们抓紧时间。哎，老师你好，我们是唐宋品牌，我们是做当代东方美学加上非遗手作，成为一个这个生活器物。唐宋我看到他第一眼，他没跟我讲，我看他的这个产品陈列，我就知道，这个东西应该会好卖，因为它很吸睛，我就会很期待主理人跟我讲很多的他的一些文化的解释。可以看到它上面的马，这个是西汉的奔马纹，然后他们身上的呢，战国时期的卷云纹，还有2个是唐代的这个各种不同的朝代的纹路。对，纹理，纹路。我们当家里可能不需要那么多香气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它盖上。当我需要不需要解决太多怎么用，因为我需要讲它的卖点。好的，不然他们的产品会来不及。OK， 它的扩香是用非遗绒花去进行扩香的。非遗绒花 ，OK， 咱得快点了，因为我还有一家。好。
因为我们是一个来自景德镇的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品牌，去不断的发掘聚集在我们景德镇的这些青年的优秀艺术家，然后把他们的作品推给世界。紫砂壶当中，你可以继承，它是有3种泥料，然后字也是一点点刻上去的。OK， 手工刻的。对，手工刻会是非遗。做壶是一个非遗。对，它是双向非遗结合在一起的。好，因为咱们时间很有限了，先把最大的卖点告诉我。最大的卖点就是我们的所有产品全部使用大漆制作而成。大漆就是从漆树上收集的那个漆叶，然后上面的这个是选用夜光贝壳，工人师傅一点一点打磨出来的。这是我在聊完4个品牌以后我的一些感受，就是主理人对于如何去，不管是对中国消费者还是海外消费者，都还没有找到方法的时候。然后还有就是东西本身做得不错，但是它的叙事逻辑，他还没有去朝着出海的那个角度去思考的时候，我也会有点着急。时间到。我们有请测评团入场。哇哦！本次30位测评团成员包括不同职业、了解不同海外市场的青年消费者，来自相关行业的媒体 KOL、专家以及创业者，欢迎你们！欢迎，欢迎，欢迎！他们将基于多重角度，对20个品牌进行20选3的传票投送。这就开始了！哎呀妈呀，走了！哎，走了，开工了！佳琪啊，快点！完了，我们俩就蹩脚英语。我知道今天来的那30个人是很挑剔的，要直面30位体验官，他们会不会愿意给他一张传票？所以我当时会有一点害怕，我准备的内容不够充分。上班了，我们也是真实的背负了大家的愿景，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儿戏，肩负了一些责任吧。这就开始了吗？这就开始了呀，一环接一环，跟打仗似的。有很多的期待压在我们身上，压力还是挺大的。30位测评团的成员已经开始在区域内选择，倒计时30分钟，正式开始。OK， 有想要了解香水的看过来，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么受欢迎啊！我是负责这个美食啊，对，先来搞点吃的喝的。可以，来，全部吃起来，打一套太极。好呀，让我们一起打太极。 That is Chinese 功夫。好啦，我是负责潮流配饰的，这是一家服装品牌。一开始他们是来做剧组的戏服，就像这一套，就是最近的一个古装剧《太平年》孙太真的一套服饰，很华丽，很漂亮。这个它是一个全版的滕王阁序。有700多个字，用了微刻的技术。他说1厘米他能刻10个字。哇，这个好厉害！那肯定手工刻的。时间太紧张了，挺难记的。卖点，对，现在就是说完之后，我发现好几个卖点遗漏了。没事，他们能记住几个就不错了。OK， 这个品牌是宋金，也是我们的国货香。然后他们家今年得了上海金贵奖的金奖和银奖。那获奖的香水分别是尼斯和14行诗。我觉得我最推荐的香味是这一瓶14行诗。有没有想要变仙女的女孩？它好清爽，就是有一种喷完了之后瘦5斤的感觉，就轻飘飘，可以飞起来。你们闻一下，因为我听主理人们他们能够传输的内容很有限。所以我只能通过我的经验，把它的卖点做更多的挖掘，用语言的艺术去描述它。然后我觉得这个味道就是，无论大家上班通勤，还是去约会，还是跟闺蜜一起去玩，它不是一个很有攻击性的香味。而且马上到夏天了，其实很多那种木质调，包括一些美食调，就会让人闻起来会有点腻腻的。它里面有个很清爽的那种味道。对，这个味道我觉得很喜欢。我其实还想知道，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出海的时候，可能欧洲的女性，她们可能会更喜欢浓郁型的香味。我们也有，然后我觉得第2个味道就是一定要闻一下获奖的味道，它叫做尼斯。这个味道我觉得就是欧美女生会更加的爱，特别容易接受的一个味道。对，很多的国外的品牌他们会比较喜欢用粉红胡椒
跟玫瑰，或者是多种玫瑰的叠加。那它里面是用到的玫瑰加藏红花，然后它会给人有一种力量感、沉稳的感觉，就是我们称之为这瓶香叫做大女主香。哇，嘉欣老师讲的时候就很有那种场景，你使用的时候就能想象到这个。看佳琪介绍的时候，真的非常的用心，而且它的干货非常多，就是它比我总结的都多，它比我都懂我们品牌的香气的描述。我可以听一下。好呀，这边就是香，因为我觉得香是一个让你很有仪式感的东西，它基本上整个一盒把你一天的量都给你定好。你要想闻的话，其实这边的味道会浓郁一些。要好好睡，不要再熬夜。对，好好睡的话就是晚上点的。我这个中草药放在这还挺直观的。对，它的盒子很好，是在于它已经为出口做好了准备，所以它是4种语言都在上面的，很直观。就是你放在店里，基本上你不用再跟他们说一遍这个是什么了。国内的人也是放心的。对，这很细心。其实我觉得整个店铺面对的虽然是外国的群众、外国的朋友，但是当然也一定会面临非常多国内的朋友。因为国内的朋友，我一直也提倡说大家可以购买，是因为他也会有很多他自己的朋友，他会去推荐给外国的友人，所以还是一样，就是我们的利益是没有变的。他说的真好。我看第一季被他老圈粉了，他真的好专业，而且情商极高，非常得体。觉得他思路非常清晰，而且给了很多非常好的实用的意见，非常专业。6位合伙人，其中最让我感到意外的其实是张雨绮老师。我能感觉到他对于品牌是有很深刻的洞察的，也真的让我很有代入感。他会去强调这个品牌的突出的优势是什么，然后让我觉得我一定要推荐它出海。来，大家有没有试过这个品牌？有。这个见过吧？在便利店里面。对吧？便利店，这个就是我们 Beat 8的一款。就如果这么多的选择里边，我如果只选择一样的话，我会选择它。大家可以尝一尝。短短一点时间肯定是了解不够的，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消费者呢，我又是需要一个非常快的速度来知道我购买它的必要性，肯定是短的时间要把最核心的卖点作为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手段来分享给我们的这个测评团。我自己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觉得一个蛋白棒，它要满足我说糖没有那么多啊，它也得蛋白质高，它也得有饱腹感，它要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它的口感就很难保证了，就是它达到了一个平衡，怎么样？跟国外的不一样，国外的肉是很浓很浓，而且他们的包装是挺好的。没错。这个是什么？那个果蔬的，就是液体沙拉。对，你可以看到上面所见即所得。哎，我觉得这个还挺有特色的。是的，可能欧美人也比较喜欢这种。当然，这个是咱们明星产品。还有2款就是饮品这个是来自咱们湖南的一个品牌，黑砖茶，对，来自湖南安化。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形状，现在已经被掰得一块一块了。对，还有一个小茶饼，对，就很方便。然后包括还有一个饮品是咱们这边奈娃咖啡，这个真的是好喝到爆。它的厉害的点就在于说，它喝起来不酸。我叠加了之后，我不会觉得它苦味也叠加，我只会觉得它浓，但它就是没有那么苦涩。延安太帅，我刚才忘了给他介绍液体沙拉，他自己介绍还挺好。就延安本身是我们的用户，来的时候特别好玩的，就是说他发现他负责我们的品牌，然后我还没推荐产品的时候，他就拿出来一个我们产品的包装，说他刚刚吃过一个，所以我觉得特别温暖。他本身也健身，对于运动啊，对于说他的身材管理也就很专业，所以他是非常懂我们产品的啊，我也说得非常的详细，表达得非常清楚。延安老师呢，他可能本身就已经对我们的产品有一些了解了，同时呢，他也说到了几个非常关键的点，比如说浓而不苦，略带果酸，在反复强调的一个产品的特性。然后我是觉得延安老师今天的表现非常的棒。这个科技区感觉好为难合伙人呢，门槛高一点。You can try， 他来自哪里啊？俄罗斯。俄罗斯。现在您看到的应该是俄语，对吧？对，它很快的就可以，它有多种语言您都可以选择，而且它有几种功能。它一个是双语的无障碍沟通，然后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提词器。比如说你今天有一个演讲，然后你戴着这个眼镜，你可以一边看着下面的观众，一边看着眼镜上的台词，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忘记你要说什么的
OK。印象最深的是月亮视野，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可以翻译的眼睛，真的很特别，很有设计感。然后它的响应速度也比较快，应该在0.5秒左右。其实对于我来说，翻译眼镜有足够融入海外市场的条件，因为这一次货量非常大，翻了10倍，大家需要照顾到的东西越来越多。它这个东西我觉得能缓解很多问题的出现，在介绍过程当中是介绍的比较完整的。So just to one side is really cool because you can also still see what you're doing. 哦 ，yeah， 翻译吗？还是对翻译，实时翻译是可以做到的。这个我记下来了。好呀，好呀。这个是你现在在说话，我也能，它也能翻出来。对，就是我说的话。然后它也可以做这个提词器，就可以出现一段古诗：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很快是吧？哇，他好开心啊！那个眼镜，那个老中潮了，我觉得。推荐我们品牌的是毕文俊，我觉得他对于电子的产品其实是很了解的，然后他学的也非常的快，把我们的眼镜总结出了很多相关的产品力，然后也向测评团的成员们推荐的非常好，还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个来自摩梭族的一个品牌，他们的妈妈叫做阿咪。这所有的东西，手工制品，包括我们脚下踩的松针，还有那个装置，全都是他们的阿咪亲自采摘、亲自手工做带过来的。我会觉得这个非常好，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实用性很强。对，是我们有粉饼，我们有口红，无论是作为赠品还是作为售卖品的话，它可以跟我们的粉饼进行一个组合。包括这个包，它可能会民族文化很重，那如果想要更日常一点的话，它其实是可以2面背的。里面的话你会发现很出片，女孩子应该都能盖，男孩子也能 get。小发型抓这么立正，就很潮。对呀。如果我们去英国的话，美国更是了，有很多的穿搭风格，它是有点像波西米亚风格的，其实搭这种很合适。那计算好专业呀！哦，他好厉害啊，他记得好熟练呀。我觉得他好像做了功课来的一样。就是他一进来，首先他的速度很快，立刻能抓到我们品牌的一个重点，觉得他很贴心，这是在我心里分数很高的一个品牌。对，其实我特别怕自己说的不够多，我觉得多表达这个是很重要的。希望就是能多争取一点就多争取一点。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下一家。我觉得这边是一个直击人眼球，最能让大家直接看到东方特色的一个店铺，剪纸工艺、青花瓷工艺都有。然后呢，我先来说这个青花瓷，我是觉得它是可以出现在研 lab 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东西。没错，没错。因为我觉得研 lab 首先我们是做美妆个护，第2季开始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品类了。然后呢，美妆的话肯定女性用户会居多，就是出于用户这个考虑的话，我会觉得有一个特别好就是它的寓意，它有旗袍的柔美和女性的曲线，但它同时是个盔甲，它是有坚毅和刚强的力量在的。我觉得它这个非常适合出现在我们研 lab 的门口。全世界的现在都是要传达这种女性力量，我们要在研 lab 里面找到坚毅的自己，找到美丽的自己，柔美的自己。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走向全球的一个用中国态度来展现的一个力量。而且国外有很流行的机械姬，对不对？我觉得我们也有自己的旗袍机。对啊，哇，真牛啊！厉害厉害，这说的好好啊，讲的这些点很吸引人，是就那种情绪感染你。一家我觉得一定会很受欢迎的东西，这个是叫做鹅梨藏钟香手串，可以拿起来闻一下。是的，而且它有就是中药香，非常，尤其是这种样式，我觉得和我们研 lab 很搭，而且它是中医养生。我们在第1季是有一些沙龙活动的，我看到。对，然后第2季的话，应该也会有一些沙龙活动，就可以用这个搭配一些精油进行一些头皮按摩，或者说经络梳理，都很适合我们本身要主卖的这种个护产品，是吧？精油产品。好会找点，逻辑很清晰。是的。他是一名非常合格和优秀的推荐官，
因为它将我想表达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以及我产品输出的观念都表达得非常的好。它比较活跃，都是年轻人，也比较理解这些中药手串、中药文创，还有草本植物这些。然后目前为止，这是我潮流配饰这边所有的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我个人意愿比较强的有这个，因为我觉得会和我们的产品进行一个联动，就能更好的，因为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出海产品的这件事情上。是的，眼光特别好，连起来了。对，谢谢。我觉得我们那边尚雯婕老师估计也挺难记的，卖点，对，那些卖点都比较有文化底蕴。对，你们要刻画的文化的点会比较多，门槛高一点。太垂太深了，对，很难。对，那个好难记，好多专有名词。在我们的极限学习的环节，有没有哪些地方难到你了？有哦，他很多那个东西记不清楚，像周朝，周代青铜菇，周代青铜菇，还有那个做茶壶那一家，陈凤阁这一家也是开始跟我说这个烧制技艺叫黄金缎泥，对，然后那个叫。什么泥？这种烧制技术，哎呦，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一番话术对中国消费者会很管用，但是西方消费者应该听不懂。咱先得学会20-30年前那些品牌做过的事情，就先会叙事，会讲故事，先用这些叙事和讲故事的方式拉近和西方消费者的距离。这家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传统技艺的一个现代化的解释啊，它的名字叫 Fabulous China， 因为 China 是瓷器的意思，所以就是 Fabulous China from China。它让我比较惊叹的一点，比如说像这个茶具，它用了一些中西方结合的意象，它用了17世纪的这个蕾丝工艺，还有包括中国的唐代12花神，从整个审美体系和烧制工艺上都做了一个中西的结合。也就它虽然是景德镇本地人，但它做传承的同时还做了发展。And also here， 像这个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他跟我说，500年前，当我们开始往西方去运瓷器的时候，500年前的中国人就开始做融合的风格，这个风格叫中式洛可可。对，因为我们西方我们肯定知道洛可可是个什么风格，但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点。对，因为我知道洛可可，我也知道中式，但是我就很难想象中式洛可可什么样。然后他给我画出来了，哦，原来这是中式洛可可。我感觉这种审美好像西方人能懂，东方人也能懂，而且是放在那里不太需要过多的语言去解释它。So you guys, you can appreciate this kind of style, without any cultural barrier. It makes sense. It makes sense. You can understand this, and we as Eastern people, we can also understand this without any explanation. So I think this kind of mix and the crossover style. That kind of, interpret, the kind of crossover in culture and fusion, yes. So it's a clever way. 然后这个他跟我说了一下，是他比较有意思的点呢，他们叫合之气，所以他把它合起来了以后，再把它盖上，然后它又变成了一个。So you see, this is a hulu. This vase immediately caught my eye. Does it have prices on there or no? I believe so. I believe, but they say this is a city's gift, so maybe it's priceless. Yeah, a city's gift is always priceless. But you can find something similar, I think, in their product. If they have a social media account, I think we can find something similar. 在 Fabulous 的这个牌子这里，我们正好在讲那趴。然后中国测评团呢，听到像中式洛可可，我发现他们的反应就很大。哦，中式洛可可，对。但是外国朋友在看到那个合之气的时候，他们很激动。大家兴奋点是不一样的。我突然间 get 到东西方的差异。我觉得外国的客人不会被一些新奇的说法所打动，他更多有相对比较稳定的会吸引他的那个东西。但比如说
中国的客群，如果你以一种概念是相对比较新颖奇特的，他们首先就会很兴奋，他们会有很强的吸收能力。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也听你介绍了很久，就这些产品，我们作为商品出售的话，有没有考虑这个受众面？是的，我们要分析我们要卖给谁，确实是，都需要用一些方式去解读这个文化。对。就是哪怕我们是国人，我们都需要解读。如果是给来了一位西方朋友，他更需要用一种方式，而这个方式除了翻译之外，还需要用文化解释。而这个文化解释是要用了除语言之外的方式去解释的。就有好多经典的好的东西，你怎么能让人感受到它的强大，它的传统，它的力量感？像一套茶具的话，你只卖一套茶具的话，可能就是一套茶具。对。但是要卖一个仪式。他要卖的很多是一个是生活方式，第二个是自我价值认同感。怎么样去把这个东西的价值和他自己本身的生活去做连接，不能让他觉得这个东西离他很遥远。这个我觉得需要做一个文化的转移。我觉得在20年前，我们其实都经历过国外品牌进入中国，他们对于中国做过的品牌的转移和叙事。欧洲的那些产品，他们20、30年前他们进来的时候，他们都是需要经历能够打动中国消费者这样一个过程的。那一样，我们品牌现在要去占领一个其他文化的市场，我们也必须要做这个工作，去把我们的东西要转移出去，让他们能够看懂、听懂，让他们能向往。这个过程中，我们能理解很多品牌，它在国内它飞速发展的时候，不需要做这个工作。那国内的门就是已经被他打开的门，敲开自家门和敲开别家门的方法应该也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品牌可以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我觉得就是品牌真正的价值，可能真的不光是那些参数和功效，而是要说清楚，这品牌它相信什么，它想跟谁站在一起。所以中国品牌出海，我自己觉得最难的就不是把货运出去，而是要把故事讲过去。我们每一个中国品牌能不能也讲出来一个让人心里能够触动一下的故事？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张雪的故事，你听完真的会泪流满面，就有一种让人憋着一股劲儿的那种触动。我们选品那2天看到那么多的中国品牌，彩妆、护肤还有个护，就他们的配方工艺和设计真的已经不输国际大牌了，就可以这么说，有的甚至已经开始超越了。但是为什么就是在外面说到这些国货品牌的时候，就第一个想法还是被人说成是性价比高。就我们缺的其实不是实力啊，我们缺的是要讲述实力的能力。我自己觉得也许这才是国货出海真正要完成的一次文化转移。3、2、1，时间到。OK， 谢谢大家，辛苦，谢谢。辛苦啦，谢谢。有请6位合伙人和我们30位测评团的成员来到我的身边，谢谢。接下来开启的是商业押宝时刻，测评团根据合伙人的推荐投出自己手中的3张传票。与此同时呢，请6位合伙人选定3个你们认为最具出海潜力的品牌。若你们押宝的品牌进入到了评测团最终投票榜的前3，那么即可在3个出海名额基础上赢得追加传票的权利。每押中1个，总名额多1件。现在请6位合伙人移步合伙人会议室进行决策。走。这我们怎么选最具潜力的3大品牌了？就每一个区域讲1到2个品，然后让大家帮忙一起来选一下呗。我们2个选哪个？边顶怎么样？边顶你觉得？边顶可以啊，把你们想要的先放上来，然后我们再 PK 一下嘛。好呀。我们生活方式选这2个，边顶跟宋静。众生和孤密。文俊，那个机器人它主要功能是什么？介绍化妆。周霞，给客人修容。
比如说我们人手不够的时候，可以让他来介绍产品，然后可以取一下货品。就比如说我去年缺了，我取不到货，我得让你去帮我取货。那有机器人可以让他去取。我觉得有点难，他要拿完美日记的703，他要拿可能1个小时。我觉得他只要能做一件事情就完美了，收银。No problem, no 不可能这么说，这样说没问题。Impossible， 谢谢。有中国机器人在店里是个亮点。是的，但是我不觉得它可能会有很高的票数哈，因为刚才大部分演示出来的都是一些表演相关的，比如说打个太极拳啊，跳个舞啊，走个路鞠个躬啊。然后那个眼镜，我是觉得，因为刚才来的人里面有很多外国人也好啊，中国人也好，都比较感兴趣。好，那如果你让你2选1，你会选谁？相对来说，我会选眼镜。好，妹宝。我先来讲第一个Gumi这个品牌，像上姐教我们的，要有文化故事才能有抓力，吸引住他们的眼球，给他们讲了很多故事。然后这个众生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品牌，让我难以取舍。它有青花瓷做的一个旗袍。我觉得众生很好的点就在于，昨天我们有很多的美妆品牌，他们也在说瓷器，对吧？就是跟东边野兽和百雀羚的瓷器可以结合，就别人进来说哇，这件衣服好好看，然后进来这家店，修护蛋白膜 ，yes， 一整个完美。对我也是这样想的。快选，加油啊！现在就选出来。要不讲完，我们再换个人讲完你再想。好，来到你了，我再想一想。我觉得3个品牌呼声比较高的是奈娃咖啡和 Fit 8。我自己觉得 Fit 8很好，但是 Fit 8在国外有太多竞品了。是，对，因为蛋白棒在海外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品类，它普及度很高，它入场的参与的品牌特别多。所以我觉得这2个品可能都不适合我们选前3。但奈娃我觉得有戏。我是怎么看的？就是第一个是便利性，这个在西方竞品少一点；第二个就是风味咖啡在那儿真的有很大的市场。那我和雨琦姐那边的一个是边鼎，一个是宋静，他们2个都是关于香的。然后我的那边去的人非常多，大概我跟20个人讲了完整的宋静的香味，所以我觉得他们对于香水这个类目是感兴趣。毕竟香水是所有的外国友人们他们每天都要用的东西，所以用量很大就变成了一个消耗品。那消耗品是最容易换品牌的。不知道雨琦姐怎么觉得？边鼎这边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我觉得，因为生活越来越年轻化，大家的仪式感确实会越来越重，所以回家点一个香的这个仪式感，我觉得是它的一个优势。我们这好，而且它有时间管理，它的时间管理就是什么，早上用哪一个香醒过来，一个是醒过来，一个是快睡吧。是，它是会觉得说对你有点像定制的感觉。我觉得他们2个，我想都保留一下，大家再批一轮。再批一轮，行，那最后是我来说了。一个陈风格呢，它是拿非遗的技术去做陶壶的烧制的，就是老外对于这种比较精湛的手工技艺，对他们来说价值感很高的。然后第二个，它的名字叫 Fabulous China from China， 他们品牌自己做了文化转译了，老外一看就懂。2个老外当场对他的一个产品感兴趣，他放出来的时候是一整套的茶具，全部合起来了以后是一个葫芦。然后我把整个拆解和拼装过程演示完了，2个老外立马就问这个多少钱，哪里能买？迷失了，陷进去了，直接迷失了。那我觉得，你会选效果还是比较立竿见影的。法普乐石 ，Yes sir。好了，那我们来吧，来 PK 吧。我选众生。但是能不能答应我，如果说众生 cover 的要的话，就给我选Gumi。没有，我们还要再来一轮，我们只能选3个，这么多品牌里面，我们选出来有5个呢。不行，我们俩选不出来。我们2个选不出来。那我们投票怎么样？我们来投票，选边鼎的举手。好，3v3。OK。我觉得宋静真的是前3名，我非常相信。但是边鼎也不能走。那我Gumi也不走。那我觉得 Fit 8得回来。那个滕王阁序也很叹为观止啊。全部重来吗？循环吗？好难，好难！你们就想要靠我们打起来，我们没有前3名，我们走，我们下一趴。哎，选不选不要了。我觉得宋静的票会很高，要不然你就真的就2个都留下。谢谢，站。终于有一票了，挺厉害的。谢谢。呀，谢谢。谢谢。
Thank you。我觉得这一套确实适合海外，处理成功。谢谢。我觉得这种能够在不同的感官上面去让我们的受众去感受中国文化，就不单单是从视觉上。宋镜，我觉得它能够去把这个中国的原材料从一个中式的里子，以及让国外消费者能够接受的讲述方式去传递产品的这么一个价值，是非常能够吸引外国朋友的一个品牌。咖啡这种快消的产品，其实在国外欧美人来说的话，他们应该也很喜欢，而且它那个冻干粉，因为是非常迅速的就可以冲泡一杯咖啡，我觉得这个理念也比较适合这种快消费的这种理念。这个发音眼镜我觉得很厉害，我从来没有用这个类型的产品。科技、人文和艺术都是我们中国要出海向世界彰显我们中国力量很重要的3大关键，所以我也一直在往一些科技的品牌的方向去看。那怎么说？我觉得奈娃咖啡再见。如果你是外国人啊，你会想要在中国开一家茶店吗？我是老外，我能 get 到。但是这样的，佳琪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前3名它不一定是2个都是香。边顶的话，很多外国人不知道这是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哎，他们对这个品很有兴趣，但是不了解，没有这个使用习惯，所以我可能会更推荐宋镜。感兴趣。妹宝，我觉得你那件衣服应该没人想要带去外国，真的。哎，我会想要。我们是为了赢得前3名的多的数量，我们可以把众生再带出去。但是我觉得如果带出去的话，他们会选哎。不，刚刚的评测团他们是一个创业老师，他们要想这个商品它出去它能卖吗？它能生产吗？它能大量的去销售吗？这件衣服它不行，所以我们要赢得前3名，然后把这件衣服带出去，作为我们店里的陈列，你觉得是不是？但是这个可以带出去，可以摆着呀。妹宝，我们保底是3个，我们可以带3个出去。如果我们跟他们中了，我们就可以带6个出去。对，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就这样试试，就这样。好，各位合伙人，你们已经确认好你们想要押宝的品牌顺序了吗？是的，确认了。那接下来呢，我手中这里是我们的评测团的投票榜单。所以结合你们的最具出海潜力 Top 3的品牌的话，在这里我要恭喜合伙人，你们一共押中2个品牌啊，也很好，也很好啊。前3位是唐宋、宋镜和亮亮视野。哇哦！啊，我们的测评团和我们的6位合伙人非常有默契，一共赢得了2个名额，所以我们总共可以带5个品牌的5件商品出海。至于是作为什么样的用途，大家再进行讨论。所以接下来呢，给到合伙人的时间呢，是可以在这20个品牌当中，结合我们的手册进行选择5个品牌5件产品，好吗？好 ，OK， 开始。每个品牌只能带1个单品啊，每个品牌只能带1个单品。哦，带走1个。哦，你们这样我们就只能带能展示的东西。对。首先的思考逻辑，我觉得还是要符合我们这家店，能够为我们这家店加分的同时为它加分。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选择会有一部分是考虑到跟店是否匹配和我们的利用率是否高。哦。那我想要我的陶瓷衣服当那个什么，我觉得可以吸引顾客。我也觉得那个可以有，是不是？我那个而且众生其实排名之前也是挺高的，大家对那个很感兴趣的。那个陶瓷的那个能带过去吗？能。它这个是陶瓷的复刻品，是树脂做的，它原件是带不过去的，它特意复刻了一个。我觉得可以。谢谢哥。可以。因为这种贵的东西我们在外面就买不起。对，而且我们需要那种装潢，对不对，姐？我们在卖那个面霜的时候，我们在卖那个瓷器，就把它放到旁边一起展示。对，我们可以跟百雀羚的那个可以联动。我非常赞成。众生品牌的什么青花瓷旗袍。你觉得唐宋选哪一个呢？我本是竹吧，我觉得我本是竹更好看。
行，有那个绒花，那个对不对香薰那个是吧？行，可以。好，那来，延安写唐宋，我本是竹。还有什么展示比较好的东西吗？发卜勒石呢？发卜勒石它的那个就是那个镜框里边那个，倒是可以做装饰。它是瓷器版嘛，对吧？版画嘛，它有5个，然后摇摇花瓶是有10个。我觉得花瓶好，花瓶不错，好，那可以来节写法卜勒石摇摇花瓶。但是我觉得可以，可以送那个耶。泰华生物是我觉得那种香手串可以拿来送，荷香珠。比如说到时候我们如果要去见一些，比如说外国的品牌方，或者是我们到时候要去洽谈商务的一些老板们，送个当做一个国货小礼物，小手办呀，可以的。为什么我们要选择那个手串？因为我觉得有香味的木质的手串也很代表中国，而且那种国风和编织神一看就是来自于中国的单品。我会想要有一个像我们精心挑选的礼物，然后送给对方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产品很有价值。价值不是用钱来衡量的价值，而是代表中国文化和我们的用心的一个价值。那第3名亮亮眼镜写吗？在我的想法里，我确实觉得眼镜是很好的一个产品，但是我有时候又会觉得外国的朋友真的有那么多会需要一个翻译类的产品吗？对于实体店铺来讲，尤其是又是一个每户更多的实体店，我也会考虑我们的客源是否有那么多需要电子产品的客源。好的，我们刚刚6位合伙人呢，在会议室经过非常激烈紧张的争论，最终得出了5个品牌的5件产品出海。此次呢，共有5个品牌的5件产品可与研 lab 共赴海外。第一个品牌是众生品牌的青花瓷旗袍产品。恭喜你！恭喜！将作为微店所用的镇店之宝进驻研 lab， 耶！第2个是唐宋品牌的我本是竹产品，恭喜你们将作为敬赠留香的跨洋好物进驻研 lab。第3个是泰华生物的鹅梨藏珠香双圈手串产品。然后是 Fabulous 品牌的摇摇花瓶产品恭喜！那接下来就只剩下最后一个了，花落谁家？宋静品牌的14行诗产品，恭喜你们将成为敬赠留香的跨洋好礼。向出海品牌正式递交出海手册，签字，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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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好的，谢谢，让我们共筑出海。法芙勒斯品牌，哦耶！老板，你可以再赞助一个你们的那个相框的那个青花瓷吗？没问题。谢谢。对啊，要挂到墙上，很漂亮。唐宋品牌主理人，请上前。泰华生物众生。好的，那其实刚刚那个过程呢，咱们6位合伙人也是非常的纠结、激烈的讨论，但是出海名额确实有限，但是感谢大家1下午的陪伴吧，这么好的产品展现在大家面前。那接下来也有请我们6位合伙人推举一位代表，给我们品牌做一下致谢感言。谢。看着邵老师来吧。首先，真的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啊，看到这么优秀的20个品牌，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关注合伙人这个节目，首先，然后也很感谢大家花了精力和时间来报名参与我们这样一个出海品牌的选拔，
非常荣幸在这里见到大家。我觉得吧，就是出海这个问题，也不是说仅仅我们去关注有大规模的大公司，小微企业的出海的尝试，我们觉得一样非常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关注。这出海，对于我们来说，不单是一个经济实力的一个彰显，更多的还是文化能量的一种延伸。品牌作为一个文化的载体，可以让海外更好的了解中国。看到那么多品牌想要加入进来，非常高兴，很欣慰。我觉得我们的节目能被那么多的中国创业者所看到，他们能够这么积极的来参与，真正说明我们的节目还是打动到了在经济领域的创业者、品牌领域的人。我很佩服新品牌，他们敢让我们这些人直面它和直接评价它，这是非常具有勇气的。我觉得他们对于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和他们很热爱这件事情，是他们愿意去听到不同的声音，然后让这个品牌变得更好。我看到这么多国货品牌的时候，我觉得很自豪、很骄傲，因为有一些是我以前不知道的牌子，但是在我看到产品的时候，我会觉得哇，做得好好，所以我会特别兴奋。在外国朋友看到它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可能跟我是一样的感觉，就是中国的产品现在做得这么好了吗？那么这2天在这个场地我们都一起领略了非常多的企业，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在当下的中国的创业者你们的勇气、你们的远见以及你们的胸怀。我觉得企业不论大小，在出海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大家的机会、大家的机遇以及面临的挑战其实都是平等的。我相信各位已经用自己的方式让中国品牌给世界看到了。那么还是恭喜所有被选中的品牌和产品也衷心的祝愿在座所有的品牌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海。好，感谢大家。好，谢谢6位合伙人，也谢谢我们品牌代表，谢谢你们的参与，谢谢，辛苦了，辛苦啦，拜拜，辛苦了，拜拜，辛苦啦。我们觉得我们的使命其实是一致的，让大家看到中国科技、中国文化，还有中国的设计。期待是被更多的国际用户所认可和使用，能把不同的类目传达到海外。各位合伙人，2天的选品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你们需要在完成货品出海前的最后一道工序——清点、打包货品、填写货物清点单，为后续海外开店做足准备。我感觉我怎么以前在工厂做过呢？燕等你帮我放过去，谢谢你。我们真的熟练到可怕，感觉这样做过。不是，我们一点都没上过班有对懵啊！平静的吓人，我只能说。真的，我们平静的吓人。行嘞，欧了，小心，搬过去。哟呼，有点分量，重。哇！哎呀，咱是流水线工人。这是宋静的什么？你装，我记。14行诗，这瓷器，来吧，靠你的拼搭技术，让他们严丝合缝。那个有点沉啊，你小心。了不，这个能放下。哎，完美，不错不错。哎，来吧。放回这。我就感觉到我们6个人还是很有默契，不愧是大家所说的巴黎6头驴。当要一起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快速完成。最后一箱。哦，你煮完了，煮完了。OK，搞定 ，finish。
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吧？这就是巴黎6头驴的效率。这一点小 case 啊，去年我看他们干都比我今天干累。真的就这一点量，啥也不是。完工。好，走。抱歉，各位稍等一下，那个我要赶飞机去了，然后后面的这个啊，对这么后面的事快。情你们就加油。不准去。对，我因为还得去拍戏，各位继续加油。我们要去义乌了，那你一路平安。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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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辛苦。好，辛苦辛苦。海岛上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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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拜拜。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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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收了，拜拜，辛苦毕哥辛苦辛苦。那个仪式感一点，把这个门给我打开。开门。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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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希望大家这次出国无论到哪儿都一定要注意身体。对，我知道大家非常热血，带着使命感的来完成国货出海这件事情，但是身体也很重要，不能再像上一季那样，就是一天只吃1顿饭了，还是要注意自我调节。然后希望这次大家可以顺顺利利的把工作完成。对，各位加油！好嘞，打板。合伙人合作伙伴 PL 炼火，干皮就选看不见，油皮就选蹭不掉。合伙人合作伙伴完美 S 肽小红笔眼霜，7天淡眼纹。合伙人合作伙伴优时颜微笑眼霜，紧致眼皮更抗老。合伙人合作伙伴东边野兽灵芝油，高能修护，必有永肤。合伙人合作伙伴馥郁满铺，专利晚香玉发酵，光感水润。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节目组也是全球搜索了12位候选人。哇哦！还有外国的朋友，我感觉都很紧张哎，怎么办？90秒的时间来介绍一下自己，来吧。哇哦！给我们店做了一个官网和一个小程序。哇哦！如果按照游戏里的话来说，我觉得我的定位像是辅助。从我做带货主播开始，99%的成交额都来自于外国客户。我的工作是让2个世界听懂彼此。角度好新颖哦！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对这种信息差的敏感度。我叫班哲，名字够狠也够野。那是一块砖，哪儿需要就往哪儿搬。今天为第1轮突围赛，12进6，直接就一半就走了，太吓人了。不同任务根据的是考核能力。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Mango TV 同步收看。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合伙人，参与话题讨论，解锁更多惊喜互动。上微博关注合伙人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特别合作支持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合伙人，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特别合作前程无忧 YY 直播，百度网盘闪送映客直播 WiFi 万能钥匙土巴兔。